沙利文的话就是一个强盗逻辑，他认为不管中美关系好不好，中国都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。那么美国呢？美国你不履行自己的责任？你敢于向世界承诺，把你的人均碳排放量降到和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一样的水平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冯先少。美国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，又想在美国想要合作的领域开展双边的合作，而气候问题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。美国曾在特朗普时代退出了巴黎协定，而拜登不但重新加入了这份协定，还代表特朗普政府向全世界道歉。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总量位于世界前2位的国家。那拜登之前曾2次派出克里来中国，要中国做出更大的承诺。之后，中国宣布放弃在国外兴建火力发电站的商业活动，并因此广受世界各国的赞誉。中国早在2020年9月就定下了到2030年前使碳排放达到峰值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。然而，参加此次大会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，也就是拜登政府的核心幕僚，却不顾自己国家人均碳排量居世界前列这么一个现实，反而向中国发难。那表示任何事件都不能阻碍中国履行责任。沙利文的原话是：美国在气候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和领导力，中国只是局外人。美国将持续在气候问题上对中国施压，就算中美关系紧张，也不会妨碍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。首先是谁给美国这个权利，让他在气候问题上当领导者、起关键作用的国家？中美2国在碳排放方面实行的情况，我们不妨可以对比一下。中国在2020年已经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8%的成绩。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我们不超过45%，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。而美国方面则因为特朗普政府的退出，让美国政府在达成气候目标上远远落后了。碳排放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权，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人均排放量远远小于美国。中国还向全世界亮出了双碳气候目标的路线图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靠谱的方案。要知道，中国可不像美国，在国际社会玩什么出尔反尔的游戏。沙利文的话就是一个强盗逻辑，他认为不管中美关系好不好，中国都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。那么美国呢？美国你不履行自己的责任？你敢于向世界承诺，把你的人均碳排放量降到和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一样的水平吗？而且关键呢，这个责任还不是中国自己认可的。碳排放的减少本身要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，符合中国认同的国际规则，而不是美国提出的要求。如果美国想通过碳排放的问题制造国际舆论压力，逼迫中国做出更大的牺牲，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，那么中国当然有理由不执行，除非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到中国的人均水平。人类要发展，就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。那么美国人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好几倍。中国如果因为碳排放这个问题来约束自己的发展手脚，必然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美国是发达国家，可以把碳排放高的这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，从而达到它的减排目标。而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老路，我们必然会发展自己的完善的产业链。而美国现在不断施压，估计深层的目的还是要破坏中国的产业链，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。美国想在碳排放问题上假定中国有罪，但是忘了他自己诚心犯下的罪过。因为历史上美国一直是碳排放最大的产生国，现在的人均碳排放量依然居于世界前列。那么中国呢，的确需要在减排的问题上呢下一盘大棋，但是棋手绝对不会是美国。如果中国执行了过多的减排，让国人过着苦日子，这恐怕就着了美国人的道。反过来，如果中国通过增加生产效率、增大植树造林面积、增加干净能源的生产，提升社会的运行效率，在减排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从而在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打赢这一仗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